你还记得吗？你为什么想要拥有一台相机？我曾经以为相机只是用来记录生活的工具，记录旅行，记录家人，记录那些发生过的事情。当我开始真正拿起相机之后，我发现它带给我的远远不只是一张照片。我开始对眼前的世界产生了更多的好奇，我开始注意阳光，注意光线，注意色彩，注意那些原本应该被我忽略掉的情绪。有时候是一只停在栏杆上的白鹭鸶，有时候是一个站在海边的小孩，有时候只是一句刚好出现在眼前的文字。每一次按下快门，换来的并不是一张美丽照片的成就感，而是一种平静。即使身处在一个喧闹的都市里头，当照片凝结的那一刻，我仿佛连时间都慢了下来。所以我今天不想先聊规格，也不想先聊画质，我只想聊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是否还能记得你当初为什么想要拥有一台相机？张总，是当初怎么会想拥有一台相机？我们这个年纪，我记得我住在乡下的时候哈，那个我找不到我小时候的照片，找不到你小时候的照片？每个人你应该有你什么出生啊、婴儿啊，对，我的印象中啊，那奇怪的这照片这种事情啊，好像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哦，那再想起来，那我记得去问我妈妈，翻到一张哦，可能是类似那种沙龙照哈，所谓的沙龙照就是以前哈，可能要去穿着那个什么，坐在这边这样。哎呀，我那囡仔哈，就是穿个那个短裤啦哈，没啦，那时候应该已经6、7岁了吧。所以我的第一张第一张照片应该是5、6岁的时候。所以往那之前，那当然你说这样子，那后来当然我对照片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不这样呢？相片所以呢，你说为什么我会想要拥有一台相机？那这个离拥有一台相机还很远嘛。那当然后来到了当然念书啦，什么小学啦、国中啦、大专，我永远都记得。那为什么就一直想要有一台相机来干什么呢？来记，不要说记录，那时候也不懂嘛，就是留住那个影像照片回忆。对，人家说刹那即是永恒嘛，对不对？那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民国70年。民国70年，对，哇！在哪里买的我都知道，我乡下嘛，我在台南跟高雄念书嘛，在台南念书那个70年，然后在台南市的一个圆环的一个很老的器材店，那买什么相机？我第一台相机就尼康的 FM2， 尼康的 FM2， 那拥有了那一台相机之后，当然还在念书啊，买相机的钱已经是那个不提了啦哈，那个有一个相机呢，就是每天背着，连上课也要背着嘛，很珍惜它的。当然啦，那一卷底片知道嘛，36张嘛，那虽然那时候底片没有现在的贵，但是你说那几十年前那开始拍照，那问题来了，拍什么？对，拍什么？对，拍什么？对，记录嘛，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我开始买相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大专了嘛，那我们那个年代是威士牌、野狼，那个年代，那拍什么呢？女朋友啦，对，同学有什么好拍的？对不对？然后没有，那因为我们住乡下，我就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相机其实大部分都是拍人嘛，不然就是家人也有，因为我弟弟妹妹年纪差我蛮大的，所以他们运气好都被你记录下来。我有来翕到嘞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风景好拍夕阳，
哦，拍夕阳。那我还记得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题外话啦哈，这是我自己的拍照的一个经验嘛。下课啊，下课弄穿校服嘛，我们那个穿校服呢，野狼吹演啊，海边去。那我们那个年纪那时候海边都是有那个什么海防吗？还是部队？军人在顾的哦，算海防队啦，不是警察哦，是军人，军方的可以签的哈，拿枪在巡逻的。对啊，那个也不是什么港，就是记得是在那个永安嘛哈，那港那海边那个景都是夕阳爱跟它好天哦，所以会拍照以后都开始会看天象了嘛。从会拍照之后，我都不太专心，就看天气啊。给他日头的落山一定足水的，赶快冲啦！对啊，然后当然那时候你说，其实拍照这样子的记录一个乐趣，那又拍底片，又很省拍，好，那拍还要做笔记嘛？做笔记？不是，相机光圈快门啊，要记起来呀。虽然相机可以测光嘛，但是我这一张拍这个人。我是多少光圈多少快门，都有公式要记下来。不，要记录说我现在拍这样子是多少光圈多少快门，到时候等照片冲完，要省钱，冲完你先看嘛哈，然后或者那再来决定哪一张照片要洗嘛。哦，那个是更早的啦，不是说36张中波 CC。哦，虽然是便宜啦，我都是在那个年代36张全部洗对嘛，贵的那个机器啊，贵的 CC 啊，对，但是我们不行啦，只是拍完然后。这张曝光好像不大对，还是说怎么样？看一下笔记啊，第15张，哎呀，第15张光圈开8，那下一次在这个场景我们就要知道，哦，哇，以前是这样子哦。如果讲好听，我们是扎扎实实嘛。我们都是手机拍拍，先看手机看哦，然后这样子测，应该没手机啊，对吧？现在都有手机了。对，所以这样一路下来，我记得那个海边那个故事，我去拍，我记得我那个很漂亮，那前面有枯树干嘛嘛，拍。那其实因为我们这样子拍照，其实拍完就大概知道照片会长什么样子了。压完之后就知道了，哇，好高兴，拍完了，冲，夕阳看完了，拍完了就被海防拦下来，被军人拦下来，长枪真的，还好我穿校服，拦下来没有，那本来就禁止摄影的嘛。以前海边是禁止摄影。对啊，这个我们只知道海边不能钓鱼而已，不准钓鱼，戏水啊，不准摄影。那他说底片抽掉。开始就拍好，然后抽掉。对啊，不行啊，那我就一直央求嘛，就开始编了嘛，因为穿校服嘛。我那个学校的功课，我是摄影社记录什么东西，拜托呀那我一直讲哦，然后这还好。结果因为那一卷底片呢，我都印象很深刻。我如果找到资料照片再让你秀出来，我拍了一张就是夕阳照嘛，同学，哇。觉得漂亮哦，那张照片以前那个我们我同学还去都说，那张照片能不能给我？我给你干嘛？他要那个做明信片，生日卡片做生日卡片。比如说今天生日，我们那个年代嘛，可能会找以前如果圣诞节贺卡是要自己写的嘛，对，那你可以去买或者是用照片嘛。我们那时候自己印也没有 Photoshop。那个底片对不对？这张美败，然后它起成小小的是简单，然后上面要有个生日快乐，然后某某人这样子那些就是用底片，然后去套那个，有点像去套那个字，然后再去手工印出来写一套。我一定橡皮如果那一卷底片被抽走了就没有那个照片了。所以一路这是当然啦，这一路下来就是一直很喜欢拍照嘛，就是这样子一路哇，记录下来，好特别哦。对，你说为什么喜欢照相？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嘛。那有了相机之后 ，FM2 所以说你看我们讲到现今当下来，那所以那尼康的为什么现在在搞徕卡呢？对啊，可是你这样也是走上了一条职业之路。我问过很多职业摄影师，他们当初
怎么会想拥有一台相机？当然每个人的职业摄影师啊不太一样。我也问过沈昭良啊，沈老师，对。那大部分听到的都是省下午餐的钱，就是为了洗照片。那个不止啦，不止啦，很多啦，那个不止省午餐的钱啦。但是觉得走到职业这条路，到底你是完全不一样。喜欢摄影，大部分很多人会朝上一个，就是我当摄影师，可是你却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兴趣嘛。好，你说念书，哇，买到相机的记录家人，然后拍什么是喜欢的，然后就是兴趣嘛。就是喜欢摄影，这可能是一个因子还是干嘛嘛？所以一路以来本来就喜欢摄影啊。那喜欢摄影为什么会走上职场上？而且你就专注在徕卡，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就像今天就已经到了 M11了，M11P 是我们这一次新的开箱的我们面前的灰色非常的漂亮，可是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呢？这个讲起来可能要讲3个小时，我们简单讲。念书的时候，喜欢照相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用底片机，不管是用 Canon 早期的 A1 比较经典的Nikon的 FM2，那我们都用过嘛。喜欢拍照的，如果偶尔去到一些，比如说不是照相馆，还是一些什么，以前什么工商摄影还是职业摄影师啊，还是看到徕卡相机，真的要立正站啊。因为喜欢照相的徕卡是个神的地位啊！以前那个真的是啊，真的，这绝对是的。到现在，当它也是价格不菲了。神的地位当然，我们可以用价格来看也是啦，那也是高高在上。但是重点是它的影像品质嘛，它的影像品质。那你自己在照相了，因为说奇怪了，徕卡相机拍起来那么确实不一样，像那么漂亮，传统底片也一样嘛，对，光学嘛，现在一样。那你说为什么后来会？职场上为什么钟情徕卡？喜欢拍照的，听到徕卡本来就是肃然起敬。对 ，OK。然后在路上，大家都会多看一眼。然后因为不要说买不起嘛，这肯定是买不起的嘛。即便是念完书当兵那我们退伍要工作了都还是买不起嘛。那对徕卡，那简单说，那当然我在职场上刚好都在影像市场，那徕卡其实占我的职场其实也不过大概20出头年啊，可是我已经在影像市场30几年了，那前面那10几年呢，那也是因为照相的关系，所以我才会跌入这个市场，但是退伍较紧呢。就看到报纸，人家在找工作，我就进去了。我们以前找工作要看报纸嘛，对不对？对。争什么？考试呢？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喜欢拍照的，大概就只有富士、柯达，简单说底片就只有这2种嘛。对。要是不是我看到那个富士的在招聘，科企啊、课啊。我们要考试的嘛，所以说找工作要考试。对，当然了，这个也不是一下子就进去了啊，这个就是挑过。那后来再进去复试，像我的爱雄去复试软片，我们只懂得底片嘛，那个你说这个跟这个职场上一直到现在，复试也是个老牌子的，你看都是那有息息相关。那后来考进去很长了，我就开始了职场了嘛。那我的年代刚好是数位影像刚刚还没有进入商业的阶段，我是那时候就进入职场，是我进去，我来附属的，别从哪来卖底片啊，我们叫 A 熊片啊，对啊，不然呢，认知只有这样子嘛，对不对？喜欢拍照嘛，对不对？好。因为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我们拍照，我们都知道要用某种底片，然后用什么相纸去洗。OK， 那进去复试，完蛋了，不是卖底片了，就开始了我的数位影像职场生涯。这个可能就很多，可能有些朋友听过了。我说我的这数位影像，这个要提到数位影像的发展数位影像的发展。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相机，这个尤其是徕卡转数位，其实转的又至少比日系那些都慢。那数位影像的发展，其实最早的还是在
一定要提到，绝对不是商用市场，比较专业的市场，医疗，所以我一开始是在医疗影像，然后后来印刷嘛，难怪你的荧幕啊都是医疗厂商那些这样，那个数位影像设备，我都很熟。这个我们未来如果可以录一集啊，那有兴趣再讲。那个评论区留言，我们会来开一些这样子。没问题，没问题，讲我们这种这个老灰的。我一想到那讲回来徕卡，那当然在富士我待了10几年，我的一些技术养成，说真的都是在那边。那后来为什么会跌到徕卡？因为我在职场上，当然读册加工课啊，做头路啊，小工拢买不起徕卡。那因缘际会，在我离开富士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就面临，我就设了我自己的公司，其实20几年了嘛，我就的弄个小公司，当然做什么也是做数位影像的东西。可是我既然弄了自己的公司，当然我在富士的时候，那时候徕卡还没有转数位更正。Compact 小相机已经转了，因为很少这个提到那个徕卡的第一台数位相机，商用的数位相机好了，就是我们要讲商用的啦哈，工业用具那个另当别论。商用的数位相机其实是Fujifilm代工的好可惜。那后来大家知道了说，小相机好像都是 Panasonic 嘛，后来才是 Panasonic。那所以因为我早期在Fujifilm，我很熟这个。以后再来讲，然后我自己创公司之后，我的一通电话就找，买不起徕卡怎么办呢？对，怎么办？卖它原来是这样，不觉得不错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所以我就人家也不认识我，就找嘛。台湾徕卡到底是谁在卖什么？谁在代理什么？等等的卡呀，我是某某某，谁认识你还是谁啊？我觉得你们那一辈的人都很有勇气做很多开创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开启了我就成为，应该是如果说以这个市场来讲啦，当然徕卡在台湾其实也很久了嘛，对，那一直是底片的时代嘛，那我。开始做徕卡的经销商其实刚好是底片那个连 N8那时候都还没出来嘛，小相机有了，小相机比较早所以好嘛，那我就来卖徕卡嘛，运气不错啦，还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我就是变成是跑通路，因为我本来是做这个 Total Solution 做这个比较偏技术的这一块，那刚好徕卡其实那时候的代理商 agent 有派人。远从台北，应该没有隔体远从台北到高雄去，你要卖徕卡，你是何方人啊？来调查一下，聊一下。那刚好，因为我的运气好，我的数位影像的背景或者是一些专业知识，我觉得还够。那时候刚好应该碰上徕卡，其实正要转型的很慢所以说，我就。变成是徕卡的一个经销商，对。然后后来做了几年，因为全球徕卡，那当然这个牵扯到上次我们那个什么徕卡的股票机有提过这个徕卡的历史这个渊源这个再说，这讲下去扯。那我开始卖徕卡之后，那当然我本来就知道徕卡经典的，我们经常会来相机 M 系列，对，还有一个 R 系列，对，R 系列就是所谓的单反，对。那 M 系列呢？其实无反这个名称其实是后来才有的没有无反就是没有反光板嘛。对。那 M 系列从第一台 M， 我们如果是算说 M 卡口的1954年 M3，它本来就没有反光板，但是那时候不叫它叫无反相机。M 系列扎扎实实，它叫做双眼相机。双眼相，对，因为其实这个讲到这个要上摄影课了。Okay. 其实单眼相机跟双眼相机，因为我们以前学摄影拍照，你总是要懂这个吧？对，人两粒手嘛，那它为什么是双眼相机？光线从镜头进来，是，你看这个是光学的，这是 Finder 呢。对，
哦，所以会有误差嘛，所以才会有联动测距嘛，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哦，所以它其实是双眼相机，哦，所以有时候当我开始卖徕卡之后，我要买单眼呢，当换镜头，有时候我如果鸡婆一点，我都会说，你要买可换镜头的相机啊，并不见得叫做单眼相机啊，单反的话。本来就是透过网光板都是单眼嘛，但是它是双眼相机，它也可以换镜头哦。所以这 M 系列为什么这么经典？除了它的品质，底片时候到现在转数位，虽然它转得慢，那我当然开始变成徕卡的经销商之后，那我对于照相这件事情，我当然跌得更深了嘛。对。我卖它表示我有嘛，你总是所以我跟客人说，那我用的最久的，那当然也是 M 系列的嘛，数位相机，底片机用过，但是没有数位相机那么久，对，那么久，因为刚好是接触到它转型的时候，然后后来当然徕卡又从 M9又转型成功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已经，当然是你说它从8、9、10，还有一个240、11，你说很多款嘛，其实也没有啊。我觉得好多，就是一直叫 Safari 啊，然后 M11D 啊，然后整个一路这样，哇，到底要多少 MC 啊？它的多是在说，比如说，因为原则上 M 系列转数位后，基本上是5年大改款。所以 M8 变 M9，M9 变240，240变 M10，M10 变 M11，那11其实已经4年多了。对，好，接下来可能12就你会觉得很多款是因为怎么一下子搞那个颜色，一下子搞那个颜色，然后这几年这个颜色卖不到1年，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他不做了，然后他就剩下就一直拉。我都把这些。不管是 Safari 还是还有个黑漆嘛，还有个黑漆，我应该是把它称为特别版限量版，就是表示说数量很明确，100、500、1000。那你说，当然徕卡做这些特别版也不是现在做嘛，从以前就会做。对，那数量上说真的，他也不会讲死说他做多少台。还是说他有时候跟你说，他预计做1800台，预计做1000台、2000台、1000多，较有影无啊，弄做不下这。毕竟徕卡虽然大家觉得他很喜欢搞一些特别版，对，还有城市款，为什么搞那么多？那你是不是？那可是回过头来，那欧洲人嘛，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像工厂那个24点钟的。量产没有，然后欧洲人搞那个，它只是个现在都已经变成是一个精巧的一些，尤其是镜头是组装厂，它哪有可能生产那么大的量？那搞特别版颜色其来有致。好，灰色，我跟你讲 ，Safari 是从狩猎嘛，我们翻成狩猎，但是很多人说喜欢称那个军绿色。对，那 Safari， 然后这一个11。叫做 metal gray， 灰色，金属灰、铁灰嘛。那是 gray 呢 ？gray 跟 safari， 上次我们有提过，其实都是在底片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属于耐磨的漆，比较偏有点像是给军方用的特别的颜色。对 ，safari 我们知道了，那 gray 其实也是。好，那所以11出个。Gray 那是往前推，蛮多代机身其实都有出过 Gray 的嘛，对，是中华民国机也是。对，那个是在还原的是底片机，那往前的几台机子其实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比较有趣的话，这一颗镜头也是 Metal Gray 嘛，那这一颗是50 f2 APO 的站嘛，这大概2012年发的镜头嘛，全世界第一颗50。F2 Apple 的镜头，好，那徕卡的 M 镜，据我知道啦，我去查过也好，第一次
第一次做灰色的。是这样子啊？没有啊，往前没有啊。我老公唔对哦，欢迎下面的我们指正一下。那个是配银色，那中华民国街它是配银色。那所有的镜头都没有灰色的。还有我们最近在那个Hamilton 有没有？机身是，对，镜头不是。可是那这一组是一机一镜卖 ？No， 分开的，还是分开的。对，那当然这是销售上啦哈。那11P， 你看往前延伸到 M10， 你也有嘛哈？其实一样的 body， 当然啊，什么没有底盖那个。其实 M10， 你如果说以它的基底，那像素 sensor 当然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子了嘛。是，因为它也6000万画素。对，它只是6000万，2000是4000到6000嘛。6000的真的拍起来。那你说它怎么搞那么多颜色？所以它并没有一直在改款。那特别的颜色，其实有时候只是徕卡的一个传统，一个经典，尤其是黑漆。对，哦，黑漆。有的不多嘛，哈，还没开始，对，有必收的。那我觉得这个灰色其实一开始出来啊，当然开始讲之前 ，Metal Grey 不怎么样，不过徕卡的物件，真的是工艺品。你说东西在这里漂亮啊，真的很漂亮，真的是漂亮。它这个镜头哈，虽然是第一次做灰色的，但是这一颗镜头要提一下，50 f2.8 哦，这颗镜头很重要。你知道双 A 的呢 ？AA 嘛，我们俗称的 AA。对，你知道这包括正常版徕卡的正常版镜头，应该就是黑的跟银的吧？好，这有一个红色的，足多人知影，但是都唔捌看的。红色的你知道不？我知道，我在北村有看到过。很多人看过啊，在北村有看到过。偌济钱大家拢知啦哈。我忘了，但是我知道那个有点刚好不行。拍谁？刚才没有先翻起来。这一次，就是6月13的拍卖会哦，有我拿出来拍的。它的底价是2万欧哦，底价吗？起标了。对，然后按来看这个啦，说真的啦，拍卖我有拍过，如果4到5万，流标我们就算了嘛，对，这是他期望的嘛，被敲鬼啊。然后这个是双 A 的，对啊，就是这一颗，那唯一的一颗红色镜头。对，好，它有红色的相机，这样。第一次用灰色的镜头，我讲镜头，未来有可能会这样。它比定价高一点而已啊，30几万啊。哦，对啊，合理啊。它是算是限量版嘛？我记得这一次。特别版它没有讲，还是算特别版。对，它没有讲数量，但是Safari 还是它能做多少颗来有限的。所以这个是 Metal Grey 11P 的机身。那当然机身。你说他搞了一个灰色的镜头，我一直觉得阿贝姐的机芯是不是应该配个灰色的镜头？对，但是我的想法倒是反过来，这一颗镜头你怎么可以不买一个同色系的机身来搭一下呢？红色系的机身，同色系灰色，这个灰色的镜头嘛，我说这一颗镜头，我觉得必买嘛，对，必买。就是我就像买 Safari 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把它配黑色的镜头，那是机身，对，那是机身嘛。来，但是你看哦，来，我讲的是刚好是颠倒的哦。这一颗铁灰色的镜头，当然你要配黑色机身，银色机身，我觉得都还行啦。但是会觉得怪怪的。但是你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同色系的机身来搭？所以你刚才问说，它是分开卖的还是？一套一个 set， 以前都会有一机一镜这样子，那个是限量版才会，它一定会有明确限数量，还是说 for 什么事件怎么样的来做一个限量版，才会一机一镜这样子。好像我们那个 K17A 军方的，它是有body也有 lens 嘛，它是 for 它的。非常的好奇，因为你的客群、你的客人都不是其他店里面可以碰得到的那种感觉，他们可以。一买再买，3买4买，然后同一款不同颜色就收，这到底是他们在买一些什么样的感觉？我当然不是说以经济条件，我就是说今天像我在买相机的，我已经会有觉得我出门要带哪一台的困扰，你知道吗？好，徕卡当然这些年来俨然是一个精品。对，你今天要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一直买哦，比较离谱的。您刚才讲的是说，它只是11，正常版你也买，Safari 你也买，黑漆你也买啊，这个可是你的客人很多是这样子。你说他是收集心态，好，这种收集心态哈，我们经历过，现在 CD 啊，我很喜欢听这个版本，CD 唱片。CD 唱片是时间久，然后你雷射头，它是会磨损的，对，它是有寿命的嘛，一损的这样被刮伤。黑胶也是嘛，惨嘛，这加好的版本，阿边啊，没冷钉，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哦。对，您刚才讲的说11那么多颜色你怎么都买，这个就有点像说，比如说今天我喜欢我喜欢鲁宾斯坦，钢琴大师。开玩笑，他弹贝多芬，他弹莫扎特，他弹什么我都要啊。而且他不同时间录音弹同样的曲子，我也要啊。他50岁跟80岁弹的肖邦，那个完全不一样啊，音乐性也会不一样。对，好，那阿姆哥这本体拢相共嘛？对啊，拢相共嘛？对啊。外观无共啊。我再怎么改，也就是只是买个配带去配它，然后皮套，然后这个配件另当别论啊。对，精品的东西，好，那你说为什么客人？我碰过比较离谱的是，你刚才讲的说，要出啥的买啥，其实这个很正常啊。好，你说，我一直很喜欢这些经营徕卡，也20几年来，其实刚好被你这个我们叫低调啦。我觉得台湾虽然市场小，2400万人口，但是一直以来喜欢拍照的客人比例上算多算高。那喜欢拍照的人都一定会走上徕卡这条路。对。那其实我从经营徕卡，尤其是早期的徕卡 store， 其实我总有一种，怎么讲，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使命嘛。我买不起对不对？我爱买啊，我买不了什么人。像 Ryan， 你今天当然你也喜欢摄影，那有时候我们我说 Ryan 这个好东西，我很喜欢把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台湾喜欢拍照的客人。新的、二手的，那二手的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老晋有另外的一个。对，然后最近不是最近新闻已经炒得沸沸扬扬了嘛，那个徕卡很多人说徕卡也要变逮掉给啊。对。我觉得这当然你说影响，但是早期，我们不要说早期啊，我开始民国70年，我那时候的徕卡镜头，那个当然是老镜嘛。你说保存得好，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光出来，这些东西要不要收？收东西会有，您刚才讲的是11那么多款式，对，只是不同颜色、不同的意义的限量版，当然买啊。但是如果是镜头，那这一颗52 APO， 第一次有灰色的要买，但是52 APO 这一颗镜头一共出过几个版本，你知道吗？你刚刚不就讲红色跟它？没啦，什么红色跟它镜熊 O 一点啊？它最多，我如果没有算错，包括这个 Metal Grey 9个版本。双 A 的。对，就一模一样的镜头。对，黑银嘛，正常版嘛，对，黑漆嘛，雾黑嘛，雾银嘛，红色的嘛，红色的，还有 Pure 纯钛的，好像教宗那一款还不是，不是，那个只有就是还有 ASP， 还有铂金的，那再加上一个 Metal Grey， 我顺便应该是高粱啊。好，你说客人很喜欢买，那都买啊，问题是带哪一个？我所接触到的，你说我的客人比较特别，我觉得说台湾的客人很有 sense， 我喜欢，那我们来服务他们。那我知道的，我接触到的客人，应该只有一个人9颗是齐全的。哇，我知道台湾的厂家实力都很强。这个像你一样，很清楚的。是说有些前辈，我就听到，我就原来台湾的市场的厂家这么深，这么厉害，我就哇。但是有一些喜欢静态的艺术类的，那一定会牵扯到照相嘛，对不对？那徕卡就是这一块的代表嘛。那这推到说为什么
啊，用徕卡来翕相有较水吗？真正有呢。真的会比较不一样，不一样，影像品质不一样，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没办法说那你哪一个单看荧幕上或是怎么样去体会了？我都像昨天哦，那昨天晚上有个客人啊，他说看到我们影片，原来我们的店就在他公司的附近，他竟然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冲进来，我去买便当，我同事 call 我进来，我说，有人说那个要来买那个什么 M 系列，我回来稍微了解一下。好，我早知道你们在这边我就不用去跟别人买一下。那个当然他喜欢照相，然后试一下这个 M 嘛。他说他要定了，要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当然他说他只要一机一镜嘛，我常碰到这样子的客人，我像我们刚好他就遇到这一次了。无咱先为二手的先买啦，不是大家人拢好。那像布列松，我们常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大师嘛，一机一镜走遍天下，很多用买徕卡的人喜欢拍照了，影没拍，机器才好，镜头才好，对啊，我的一机一镜就好啊，我很实际，我都会跟客人说，就等一下，你要先买35的嘛。那我跟你推荐35的哪一颗镜头，你的需求跟我讲，我来帮你推荐。对，你的需求包括你想要的老的新的，我分析给你听。很多刚入坑的，真的他不知道这几叫拍什么，你问他还不知道。对啊，我唔知啊，你有你翕相无？无啊，拢无啊。对，拢无啊，无开始来好不好啊？好，安尼来试一下嘛，这我觉得都可以开始。好，那一次买到位的工具，我觉得也对了嘛。你既然都已经认定它了，干嘛还要跳？本来就不需要这样阶梯式的买，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一机一镜走遍天下，不可能的代志，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对，50拍完有时候会需要35，你应该说90，就会需要有一些有9粒10粒拢相同，我是一概。那个是配色，那个是重到配色。你看，你也会说不一样吧？对，我喜欢它，我可能收藏起来。对，好，那我刚才本来要讲，我在北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我们徕卡的 ES 0.95刚出来没几年，我就碰过一个客人，跟我买订一颗0.95，然后重点是他的相机是挂着0.95哦，来跟我要买0.95，他不是就有了？嘿，我知道，当然了，不是啦，喜欢对不对？这镜头很棒，一颗拍，一颗放着收藏，以后拿出来拍。所以他跟我说，不，他家里还有一颗，3颗，嘿，一模一样的哦，那时候没有特别版。都是一样的黑色的哦，那时候就黑色的。那买3颗，就像您讲的，一颗我平常在用，一颗我要永久收藏起来，还有一颗嘞，拿去拍卖，不是卖的备份 UV 啊，你这个拿起来用，这个有时候是它会用的就会有磨你啊弄怕呀，是安怎来行啊？我先买一个 UV 的嘛，这个跟我们在听音乐、听 CD 唱片是一样的嘞。我好的版本我有3片呢，一片在听，一片等它听坏了，这一片下去，还有一片连胶膜都没有撕的，封起来。所以我可以理解，同样的一模一样东西，您刚才讲说不一样的，你干嘛买那么多？不一样颜色啊，你当然要收集啊，一样的干嘛买那么多？所以你有听过我讲个笑话？我有客人有8枚有8颗，8枚玉有8颗。好，这个就是徕卡的魅力，但是重点它是很好。那我们的11P Metal Gray， 它是第一次 M 镜第一次出灰色的，很漂亮，金价就碎啦。对，你家嘛欢迎来这里看实体，没有问题。好看实体要带走当然也没问题，对不对？进入徕卡的世界，你从哪边11？很多人说12都已经快要出来了，都被5年嘛，12是明年的事嘛，对。那有的是，不然现在二手的，你看连那个什么 M8、M9，还是很多人在。对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很多客人，特别是女生，都是拍底片机。
然后拿着黑漆，我看到我自己都会觉得哇，很惊讶。它也是一个对，而且最近非常多国外的客人，因为看了影片都跑来这里，然后都要找一些。有真的，我觉得很特别，是大家都要找那个老镜头的 hook， 然后我受到你的那个熏陶哈，我从你身上学会了一件事情，我都已经是号称，因为我的客人像你讲的比较低调特别一点，我很喜欢服务台湾的这些 VIP 客人，所以我的客群当然会比较不一样，不管新的老的特别的东西都好，配件我已经是很自豪的，全世界最好的背带在我手上，全世界最好的快门钮在我手上。那我们 Ryan 呢？我真的受教了。你真的厉害，而且我今天刚好你带来，我就有跟你预言了。上次我看你再买一个灰色的，对，我跟你讲说这个好像搭灰色的 ，OK， 你跟我讲 ，no， 它有灰色的，很多都这样。我也是因为看从我客人身上看到的，对，昨天看到那个左手家的影片，他也是挂了一台 LV 的，是吧？好的，欢迎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Metal Grey。你还记得你当初为什么要拥有一台相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OK， 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